胜地区啊，关圣地区，请保佑我这次买对床啊，请保佑我买对床，给我9个新龟。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这间玩。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也是我研究非常久的，就是床垫。那这个是叫有床式，这个老板很厉害，他是我们神经病大叔的艺人，然后也是我们电动车的车友，跟着我们走吧。嗨，来了，来打扰你了，来，我有先到了，谢谢，来，我们今天特别约到哈，这也是我们大叔班的一员，也是我们电车车友，是有床式的设计师阿hen，给个掌声。对，因为我们今天常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哦，我直接单刀直入进去了。你也知道，我去年买了一个透天，因为这个新家的关系，我就去看了很多梦思啊、洗衣力，然后就是很多个牌子，然后就跳等级，30万、50万、60万都有。那后来真的就是因为很多大叔也推荐阿hen，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家的资讯，然后因为刚好住这附近，一直经过，我觉得他们有一个 slogan 让我很惊讶，就是买床真的不要靠运气。然后我自己把它对下联，对，买床的事就交给有床事。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大家好好聊聊。然后阿hen这边有很多宝贵的想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因为我去到一些比较高单价的时候，它是很贵气。然后柜姐当然很漂亮，当然她可是就有点，等一下会把刀飞过来，对，不要这样。就是我常常会去思考，就是说，除了这些30万到50万的品牌附属价值之外，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设计成这种风格？我们其实有床式的每一家店花的钱啊，其实不会太多对，主要都是在一些什么用电安全这些东西啊。但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对，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店过。但我觉得有时候是这么讲，就是说，你今天跟我讲话，假设我后面站了一堆妹子，很漂亮的妹子，你绝对不会看着我讲话，我跟你讲什么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环境会影响到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去听话。对，没错。然后我就去思考，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我去思考问题，说我在什么地方的情况下，会去愿意听人家说话。刚好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妈妈骑油豆来被撞，然后就在亚东医院就开刀。是开刀之后就会去诊疗室嘛。对。我发觉我在那个诊疗室里面的时候是可以很专心的听医生的讲解。对。那个诊疗室的环境是什么？就是那种轻钢架。对。白色的墙面，就有点 low 的地板跟那种普通的塑胶地板，很耐用的地板。对，就是很一个教学环境。我突然就想到，对啊，教学环境。对。我们有床式的东西，应该是说我花点时间让大家去了解，说你到底买的东西，它对你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缺点要讲，这一定都有缺点。对。那它对你的综合评估，是怎么样？你会不会选择这个东西？对。你知道我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很消耗，我讲的人也很消耗资源，听的人更是消耗资源。对，你要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还要去兼顾身体的感受，你要反映给我，所以这个环境是越单纯，我觉得个人来讲是越好。我们也很谢谢大家说，大家可以愿意花时间去听我们讲这些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理论跟想要去执行的一个产品项目。这间店比较特殊啦，它会贴一些图片然后等等的因为这个空间是很像诊所，对，有没有像诊所了？对。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我的身体适合哪一张床？为什么我要花这笔钱？这真是很困扰的是，你叫我躺个半个小时，我就要丢50万出来，然后丢完50万出来送到我家，好漂亮哇，好大的品牌结果睡下去，天哪，我腰酸背痛。你看看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2个的站姿，对，我们现在的站姿应该啦照理来讲，应该是我们现在想在当下最轻松的姿势。对，你现在不能坐下来，你现在站着，所以你保持一个姿势。那这肯定你这个姿势的成型当中，为什么右脚在前面？为什么不是同行？是因为髋关节这边有压力嘛？你臀大肌这边代偿到腰部的这边肌肉，它对身体的处理可能不是那么均匀。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就用这个方式去用骨头跟韧带去固定身体，所以就摆出了这个姿势。今天在躺床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床陷下去，我就靠侧躺，靠一些角度去改变，甚至去趴睡。那我们在正常我们在设计床的时候，就希望说我把你摆到一个像这样的姿势，因为这样子的姿势，假设是无重力的情况下，应该是最自然的。
好，不然那个剖面图为什么他要站这个姿势，他为什么不站这样的姿势？对对不对？好，那你觉得你除了骨头跟他一样，你觉得你肌肉有可能多么每条真的都等长啊，不一样，或者都不粘连啊，这是很少的几率。所以这会又关系到说你床前面过往睡什么床，你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这又花一段时间，我们要去做一些它的交叉测试。对，测试完之后才知道说啊，这个床到底适不适合你，好，不适合你该怎么办？有什么床去适合你？那为什么它适合你？适合你之后，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好，以及它可能有的风险。那我打个岔，对，在我们试躺的过程中，我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要知道说大概多久，你就会知道这张床不一定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你。其实像我们比较我们工作同仁哦，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其实像有床室，他们这边都会脱鞋，对，都会脱鞋。脱鞋有时候并不是说只是单纯店内保持，而是看客人在换拖鞋的姿势，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下背的肌肉大概，还有他的身体的出力的特性。例如说像我自己换拖鞋，我有时候会摇来摇去的。那有些人可能他是用某些姿势，我大概在换的过程当中可以先判断他的大概身体肌肉骨骼的一个动向。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做一些交叉测试嘛，每个床有几个 check point。检查点，对，那去做交叉测试会得到一个某个结论，那我们再去做验证。好，对，然后我可以躺床了吗？好想躺哦，很想躺，很想躺。可以。像大家如果在选床的时候，应该会注意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很多那个卖床垫的厂商都喜欢把枕头放满满的？每个床头它都要放枕头，这个主要是因为枕头它有一些半矫正作用，就可以让你说，例如我把枕头抬高，颈椎抬高，我的腰窝可能就会变比较紧。对，好，那你会觉得这个床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躺。但其实买床是在找麻烦，我们要去挑这个毛病出来，就它到底在这样平整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辅助跟矫正的东西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做到很标准的姿势？好，那床它不可能去真正能矫正你什么姿势，它不具有什么特殊的医学功能。对，它就是放松。那放松的情况下，一定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身体的最大公约数。是不是就是让我们把身体的压力啊，因为我们整天站起来可能都是盯住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躺下去的时候，它就是让我们整个泄压这种概念。对，如果用更好懂的方式讲，就是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你正常一张舒服的躺就是给我卫生纸。他现在出窍。他现在人在这，我在这跟他讲一下，这种感觉。好，就正常来讲是要这种感觉。好 ，OK， 那我们今天回到他的身形状况，我快睡着了。这一集以后都拍这种单元好了，我只要睡着就好了，好舒服哦。顺便工商一下，如果呢各位同业哦，就是在看影片的有是卖床的同业。好，可以找我代工床垫哈。这是我们除了这是10几家店以外，最主要的品牌，我们最主要的收入就是靠帮大家 ODM 床垫。所以大家有什么床垫的材质、科技复合，或是说包含你们需要一些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的等等的相关的资讯顾问，都欢迎找我们哦。好，我们继续。好，好，终于也配到了。所以像我们消费者，一般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会去查，乳胶成分多少，它有没有防尘螨，然后它是不是弹簧，或者是它有没有办法有记忆模式。所以像这样子这些东西写出来，坦白讲，它只能看到这些名词。对。但是实际上真的去躺过，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你的身体开始会告诉你答案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这张床其实真的还是不适合我。就是说我们在卖床其实很不喜欢去用软跟硬去区分。虽然这是对消费者很快直觉理解的方式，但像我们自己内部在开发，我自己严格要求我的团队的同仁，不准呢讲男人的软跟硬。对，软跟硬，晚上才知道哈。对，但我们这么觉得一张床这样，现在床它其实都有分2层，是一层支撑，一层舒适。大家都知道就是独立筒床垫，通常大家有个想法是觉得说它比较闷热。对，好，那可能那为什么会比较闷热？是因为独立筒的床布比较差吗？对，可是我原本的弹簧床也不是很贵啊。对，那为什么独立筒床垫会比较闷热呢？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独立筒它是服贴的身体。那原本躺连接式弹簧，大家就好像躺地板一样。有弹性的地板，那你背那边很多空间它是空的。对。那你知道人会有特性那假设我手在这个地方，那我把今天下半部这边都遮住，用胶带贴起来，是它汗是会往旁边这边流出来。这个皮肤它会想办法自己找出路，把这个热量给排掉。我们长期以往腰背悬空，你的汗腺已经基本上埋在这里。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客人很好笑，就客人有时候真的很热的进来，好，他跟我不好意思，我先散热一下，身上看他微微有一点湿湿的。那我看他散热的背的那个湿的区块，大概可以判断他现在睡什么床。是，其实很好判断。哦，就是可以知道说啊，因为它某部分就是一直被压到，现在才会出汗。是，或者说你注意到它某些这个地带，它就是这边地方都是会是它的汗腺发达点。是。好，那它可能睡的就是传统弹簧床，因为上背这边是被压着的，所以它的背下要到肩部这边或是腋下这边才容易流汗，腰这边它也会湿2块，大概在这个地方。哦，所以这个就很有趣。那独立筒睡完的人，因为你身体一开始身体是服帖的。一开始你会觉得闷着，但后续他会去找出地方去把这个热排掉。对，好，而且独立筒的床垫哦，基本上都配的布料不会太差。对，好像除非买那种几千块的哈，像我们就算几千块这种苏柔布，它其实都不至于到闷热。那像这种天丝的布料，它是蛮凉爽的，蛮凉爽的。对，那很多问题会来自哪里？就是我可能这个天丝的布料。我上面放了一件那个蔡西亚杯399的床包，对，那个都是 poly 的，都是聚酯纤维成分比例很高。那像保洁垫这个本身它会有防螨或者一些结构上的东西，它本身聚酯成分也会很高，所以像里面它至少会加一些铺棉在这个里面，去避免贴的那么密。对。但今天如果再垫上一个聚酯纤维的床包，哇，它等于是那个集热器。是。所以大家如果在睡各品牌的床垫，我觉得各品牌独立筒都是一样状况。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你床包一定要适度的用到位，还有床垫的这个表布，可能在买的时候过程当中，很多都会问，我们的客人会问我们说，你这个床，我买这个床，这个布料用这么好，那你用的那个床包之后，不就还是被盖住吗？对，其实那是错的就是它是被盖住没错，那是因为床包现在的问题。但你假设今天下面的布是烂的，你上面就算用到很好的天丝，下面也是热的。所以它是一个纵观要去做的地方，这样子。好，刚好差这一切。对，没错，真的，我觉得啦，那时候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是因为买一张 king size 的床，它还用吊车吊上去我的3楼主卧，但是它这张床真的太酷了，它直接可以折，是折吗？对。然后还进电梯，然后再进去我的房间，完全都不需要吊车，而且师傅来的时候，他在搬运很多东西，他注意到很多的细节。我觉得这一点是那一天师傅让我觉得很感动，他就说：“你这新主呢，然后那我们搬东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点，然后帮我东西都拆好之后，所有的现场垃圾啊、残余啊什么，全部都一起带走。”我们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软，它确实是存在，就触感上这个软。对。但现在让你感觉的其实并不一定是软硬的问题，而是下沉。对，好，那独立筒呢？现在是因为你坐，这是独立筒，你现在会坐着，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触感上是软，对，会有下陷的感觉。那你躺平之后，来自把它躺平一下，重量会分散平均，只是说，当然在我专业上看，这个弧度是不对的，这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床本来就不是那么适合它。但既然我们会做出一个产品来，肯定就是适合的客群，对，有适合客群，毕竟不是做慈善事业的嘛，就是说它床一定有它可以去的。达到我们的商业目的他客人睡了这个床，他可能反应是不错的，那我们去设计这个产品，只是说这个身形状况不是他这样身形的人去适合。顺便补充一下，我们在试床的时候的身形，不是在讲什么身高体重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你的髋关节我先讲一下，这个地方是耻骨打开，髋关节的相对位置，它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些配重，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些部分去弄没有弄你，不用张那么开这有镜子，不要这样好不好？多录，等下来给他就好了啦。不是，这真的不一样堂堂看这一张好不好？好，来，我这个不是在开玩笑，就是有床式的床垫，有几款我们都有去开发跪着用的这个功能。真的？对，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在跪着床上的时候，我会发现有时候，我今天出力了，可是床却把我的那个力量给吸收掉了。那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我可能要多出更多的力气，那这样使用效率就会不好。你不要对着我这样，不是，膝盖会去吃掉力量也不行，但是你跪着的时候膝盖有压迫感，你就会很不舒服。对，他这膝盖真的很舒服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舒适层嘛，对，有在舒适层里面的张力有去考量过这件事情因为独立筒大部分设计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在受力面积小的时候会整个陷下去，是，所以我们在它的每颗弹簧对到那个张力棉
的那个结合点，还有它的那个弹簧的热处理方式，有去做一个平衡方式，就是说，当我手小力受力的时候，它一样是可以去撑得住的。哦，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那个弹簧它是不会陷下去的。你看我现在在这边，我只有一个小腿的一个接触面，但实际上我在这张床上移动的时候，这张床不会晃，不会像水床这样晃。然后也不会让我感觉到我踩到这里，你看哦，我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全身力量80几公斤在这？我不会觉得我自己身体是陷下去的，我觉得这好酷哦。关于跪着这件事情我们还有一些延伸那个时候想过的的一些用法跟用途，就是说这个床的边框它不是一般的泡棉啊，或是说打骨架的方式它是一种发那种液态的胶框，是去把它做出来的。那液态胶框这个东西有个作用，就是说它可以摸起来柔软，当受力面积小的时候，它又变坚硬。而且有个好处说，我今天假设我是被跪着的今天换成我是被跪着，等一下站在后面，对，那我的小腿没事，我的小腿是不会痛的。是像我现在小腿胫骨这个地方对着边边是不会不舒服的。胫骨真的不会痛对，还有你把髋关节压在那个边边上，这样子，我们这样弯磨出磨这样子，有没有？你可以这样比我开。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啊，拜托，我12星座守护者。好，这个不要卡，这个不要写。大满足是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名称？就是我看到网络上有大叔班有讲，我们刚刚外墙上有讲，真的就是生小孩神器。原来就是这样子。刚刚有讲过嘛，这些上面各方面知识，这生小孩前面的接触端的部分。对，那它后面还有一个作用，说，当你今天怀孕了，不是你啊，你太太今天怀孕了，那她可能今天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她其实很难仰着睡着的，因为肚子中央都在这里，那可能偏一边嘛。对，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很多人会用那个把枕头垫很高，让脊椎这样弧度去睡，但在这大满足上面是不用的。因为它顶腰的本身角度是把它撑开了，就相当于你去改变脊椎这个所做的感觉，是，而且你这样是更自然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它这个床可以让孕妇在侧躺的过程当中不需要用月亮枕，对，因为它的腰部，我们在腰部的材料上就已经有去考量过这个功能，所以它就算不要说孕妇我们大一点肚子的男生侧躺的时候，肚子都有觉得会被拖住的感觉。你知道，当一张床内建移动月亮枕，那感觉是很开心的。像我太太那个时候第2次怀孕的时候，生第2胎前。他第1胎是晚上都要坐着睡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这一款床还没有开发完成，在开发还没有上市前，我想说那就反正先拿来用，在开发过程我们就先拿来用，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功能确实是得到很长时间的验证。我也找了很多孕妇，就是跟我没关系的孕妇就是说，就是找很多孕妇去做过，当时有做过这些交叉测试，然后确认上市完整之后，大家可以用。那大家都可以去用在这个功能上，真的会很有差。你明显在侧躺的时候，它就是拖着，对，它不会有那种你还要再垫一个什么，然后睡它跑掉。你翻到这边它也是拖着，翻到这边它也是拖着。所以这一层真的很厉害对，生小孩神器然后再来就是说，当我今天怀孕了，那我今天把它生出来了。小孩生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亲喂、哺乳的？是。那一般的床，你如果坐边边，像这个边框是正常的边框，那我今天坐下去了，我的腰下去，我要抱着小孩。其实我会显得不舒服，对。那它最后的结果造成我除了腰之外，还有上部肩部这边，很明显，对，你这边就往下沉，就是变成一个猫，对。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变成一个 L， 然后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C，对。你像现在这样坐着，那它就显得很自然。我把我的力量就施在屁股、臀部这边的大腿骨下面的位置就可以。我坐这里抱小朋友，我就很轻松。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东西，就是生小孩神器，就是它不是一个玩笑话，它是我们从头到尾都去把它思考进去。好，那当然我先讲一下，就是这张床也不是适合所有孕妇都使用。我记得买床，如果有人跟你说这张床适合所有人都使用，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是不是你判断能力有问题啊？就是平常没有那么笨嘛，对不对？床一定都是 fit， 它跟鞋子一样。你什么人睡什么样，只是说这可能很多的孕妇在这一张的反应上是不错的，对，但也有孕妇会在别张反应不错。我们都有做类似相关的交叉设计，只是这一张比较多人反应，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取比较就是生小孩神器。没错，对。为什么就是这样的理念呢？其实说真的，我几乎在网络上找不到我们的资料，要不是大家口耳相传，我真的
也没看到你们砸任何的广告预算。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比较悲哀的地方包含现在它也不是我们的业配啦，不要这样，没有花到，我自己没有花到订单我要拿出来，订单真的有现金，我真的有花钱，对，真的有，对。我是真的很谢谢他，就是说，就虽然我们也都认识，但是我觉得，我们车友归车友，有时候大家会愿意来买我的东西，其实你还是有想去了解啊。一定要不是说认识，尤其这个床这东西，大家基本上没有人随便在乱买。而且认识的我说真的会有种更加重的责任感。对。我刚刚讲错，大家虽然说不怕乱买，但大家也都乱买啊，都用运气在买嘛。我软根硬糖好啊，价格杀一杀就买回去了。真的。好，那所以我们有尝试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这个商业模式就希望说大家在买这东西你要去弄懂你花的钱到什么。没错。所以在我这边，第一个价格便宜，我们从2800块钱。独立筒的床垫台湾制造的2800块的床垫，到最贵，我讲标准尺寸就4万块。是，好，那这个床这东西它也不是价格越贵越好。没错，真的要最适合自己。对，我举个例子这张13800，好，然后刚刚那张4万最贵的，你觉得谁比较好？4万最贵，软的那个4万。对，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我反而觉得这个13800我舒服啊。对，觉得舒服。对啊，其实，在我们眼中，它都是一样好。对，那为什么会有价差？因为很简单，这个材料在生产上，它的处理成本比较低，没错，或是它的设备比较通用，对，或是它的材料取得是比较容易的，它的制程也比较不会那么复杂，对，制程要复杂。然后或者说我们在生产大规模，它有经济效益，没错。所以会产生说有价差，不代表说我今天便宜就一定是差，贵就一定是好。所以这个就会让一个问题产生，就是说大家如果今天有睡过很名贵的床，你应该睡了我买10-20万就还不好睡，像现在的状况。对。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反思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样去选这个床？会变很困惑，而且越睡越累，然后睡到最后就是算了，我不想研究，我就是花钱就对了。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其实因为时间很有限就是说我没办法去介绍我们平常的正常流程。有机会希望大家来我们13家门市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到底我们在做些什么。在有床是你应该看不到任何的广告这个广告其实都来自于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的，因为这变化它会说话。那我们在做这个有床室的时候，这个品牌就有一个重点说那我们今天这个床睡过去，会不会每个人都没问题？对，会不会每一个人都觉得一定好睡？我跟你讲，不可能。我们每100个客人，其实会有1-2个还是有客诉的状况。对，那这些客诉的状况的客人，我最感动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可能以前会觉得说床间睡有问题，就是你店家的问题。对，那我觉得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店家的床跟人的适配性就是有问题。对，那这些特例对我们来开发，像我自己做开发设计的人，这些特例对我来说帮助真的很大。可能你某些因素我去调查一下说，对啊，我以前怎么忽略到还有这样子状况的人。原来髋关节开过刀的人，他需要这样子的角度。是不是所有开过刀的都是这个角度原来过了某个程度，它会是怎么样？那我们会去让出一套逻辑来。那我们店数多，我们的样本数也高，所以我们可以做得很精确。这几年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慢慢去做精确。虽然我们的床它没办法去做什么治疗的应用，什么矫正等等的。但是我们的这些 know-how 是建立在这个 base， 建立在物理治疗的这个基础知识基础上去做。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慢慢再导到床上去。我也很希望说，未来随着我们在做，我们包含我自己的课，我们也有帮同业代工床垫。我希望那些被我代工的店家，他们也可以去导入这套系统。是，所以未来你们有需要，包含就是你个人需要这个问题，你可以欢迎来找我们有床室。那如果说你有这个床垫，你是做这个行业的，你想要就是把我们这套理论带走，也欢迎你联系我们。就是这样感觉很像代工有床室，买床有床室，代工有床室，买床有床室对，我们在这方面都可以做到非常的有规模经济跟生产效益这样子。那今天其实真的很谢谢阿黑，就是说他可以分享给我们那么多知识，奇怪的新知识增加了，对，又增加了，真的很棒。那我们谢谢阿黑，谢谢你，谢谢。我跟你讲，我们把有床室的资讯栏都放在我们这边，那记得订阅我们，加入社群，然后我们也有电动车社群，那记得订阅我们，拜拜，拜拜，感谢就，谢谢。你再来接片。就是床会把我膝盖的力量，好了，不要解释，来解释越黑，舒服不是啊，就舒服，好啊，舒服。